我家徒四壁，除了成功别无选择。你有没有发现，几乎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退休数字？有人说我需要100万美金才敢退休，有人说不行，我要200万美金，也有人说我至少要300万美金，不然没有安全感。然而，这个数字本身并不会创造你的退休生活，真正创造你退休生活的是现金流和可持续收入。今天我想带大家看看100万、200万、300万在退休中到底能为我们带来什么，以及为什么同样的投资组合，只要设计不同，就能过出完全不同的生活。大家好，我是王博士，欢迎回来。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我每周都深度研读美联储等官方报告，把复杂的数据拆解成清晰可理解的财富判断。如果你想用 Fed 数据看清美国的财富真相，欢迎订阅这个频道，每周获取最新的数据解读。当你说我退休要多少钱，你表面上看似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钱够不够，但本质上你在问的是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的退休收入结构是什么？退休收入从来不只是来自于投资账户，它通常是一个收入结构，比如包括第一，社安金 Social Security， 这可能是你最稳定、最抗通胀的那一层。二，投资组合提款，包括股票、债券、指数基金、退休账户、普通投资账户等等。三，其他类别的现金流，比如出租房的租金、分红、咨询、兼职、小生意、版权，甚至来自于子女的支持等等。第二个问题，我该怎么花钱？消费不是直线的，绝大多数退休规划犯的最大的错误是假设你会用同样的真实购买力花30年，但现实往往不是如此。大量研究反复指向一个规律，退休支出往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尤其是更富裕的人群。这并不是通胀调整后的名义下降，而是真实支出的下降。所以，真正决定你退休后能不能花更多钱的，不只是4%或5%这种提款率的指导法则，还包括你有没有建立一个合理的退休消费下降曲线。第三个问题，税后你能有多少收入？那才是你真正能花的钱。你以为你退休以后每年都有20万税前的现金流，日子一定很爽，但真正的问题是税后你还能剩下多少？因为从60多岁开始，很多你从没认真想过的制度会一层一层的压上来。第一是社安金不一定是免税的，当你收入一高，最多85%的社安金会被当作要交税的收入。第二，73岁开始，IRS 会强迫你从传统的 IRA、401k 等退休账户里提款，也就是 RMD 强制最低提款，不是你想花，是 IRS 强制你要拿出来算收入。第三，65岁开始 Medicare， 也就是老年医疗保险，但它不是免费的，大多数人都要交保费，而且收入越高，保费越高。此外，如果你2年前收入太高，还会被额外收取一笔高收入的附加费，叫做 IRMAA。这3个东西叠加在一起，会出现一种很多富裕退休者经历的状态：你越老越被税务系统追着跑，不是你想花钱，是 IRS 逼你把钱拿出来算收入。所以，退休不仅仅是花钱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控制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被算入收入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做3套人生剧本，让你看清楚钱如何变成生活。我们先从100万开始，因为这是很多人心里悄悄背着的数字。我们这里假设单人退休，大概65岁退休，这时候 Medicare 就开始了，有100万美金的投资组合，同时领取社安金。社安金是最早在62岁可以开始领取，但我们这里假设是65岁左右开始退休。这里社安金我们先用一个平均值来做估算，根据数据，退休工人平均社安金约为每月2071美金，我们就粗略按每月2000美金来计算。首先，假设我们用偏保守，也被大众所熟知的4%可持续提取法则，100万美金每年会产生4万美金的现金流。
假设社安金每月$2000，也就是每年$24,000，一共就是每年$64,000的收入。那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呢？这大概是美国很多地区的体面退休，你可以生活稳定，账单不慌，但很难说奢侈自由。但这里的关键不是金额，而是结构。你会发现100万美金的意义在于你开始拥有一个不会立刻崩塌的系统。下面我们来进入一个很多人没有真正理解过的现实：退休消费往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尤其是当你资产更高，你的非必需消费更多，那么你的下降空间也就更大。所以，如果你愿意接受一个现实，比如你62到70岁左右的时候，支出可能更高，比如去旅行、探索更多的个人兴趣以及陪家人等等。而你的75到85岁左右的支出可能自然下降，比如体力下降、欲望减少、出行频率下降等等。那么你可以采用前高后低的提款方式来设计。如果我们假设实际支出每年下降1%，那么起始提取率就可以上调到约5%。100万美金每年会产生5万美金的现金流，社安金大约每年$24,000，一共就是大概每年$74,000的收入。那如果我们假设实际支出每年下降2%，这在更富裕的人群更常见，那么起始提款率就可以达到约6%。100万美金每年会产生6万美金的现金流，社安金每年$24,000，一共就是大概每年$84,000的收入。你会发现，同样是100万美金，你的年收入可以从6.4万美金变成7.4万美金，甚至8.4万美金。这就是数字不创造退休，收入设计创造退休。总体而言，第一个100万买到的不是奢侈的生活，而是你的人生不再那么容易被一个变量击穿。你不再只靠工资，不再只靠社安金，你拥有了一个能自我供血的系统。它可能不豪华，但它足够稳定。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层，200万美金。我会直接告诉你，200万美金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收入翻倍，而是它开始让你拥有了一个新能力。你开始能安排人生顺序，你可以决定我到底要不要55岁就提前退休，我到底要不要把55岁到62岁变成我人生最精彩的7年，我到底要不要等社安金发放，还是先用资产买时间。这里我们假设55岁提前退休，有200万美金的投资组合，通常62岁才能开始领社安金。根据现在的数据，社安金平均每月$2000，也就是大概每年$24,000。那关键的问题来了，55到62岁这7年你怎么生活呢？靠什么生活？是不是需要熬过去？很多人会说，提前退休，退休风险更大，所以提款率要降低。那我们这里假设提款率为3.5%，那么200万美金乘以3.5%会每年产生7万美金的现金流。这当然可以，但它有一个隐藏的代价。你攒钱攒了一辈子，55岁退休后，用最健康的7年，却过着最担惊受怕、最不宽裕的日子。你提前退休，却没有提前享受。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把200万不当做一个整体，把这笔钱拆分开来，去分担不同的任务，而不是把人生塞进同一个提款率里？在这里，我们可以考虑2桶策略。第一个桶是为55岁到62岁准备的黄金7年桶，放入100万美金，目标是只撑7年，因为时间短，其实可以承受更高的提款率，比如8%到12%。这里比如说我们取中位数，就是10%，100万乘以10%就是每年提取10万美金。当然，这不是败家，这叫把钱用在你最值钱的年龄段。很多人会担心，我这么激进的取钱，会不会很快就把钱花光了？我们来看100万美金的3种不同的情况。如果实际提款率是4%，也就是每年4万美金，股票市场的长期回报率大概是7%到10%，那就是长期回报率大于实际提款率，净增长率达到了3%到6%。结果就是你一边花钱，资产还在一边继续增长。7年后，账户余额还会超过最初的100万不少，
达到120万到150万美金左右。如果实际提款率是10%，也就是每年10万美金，长期回报率不变，那就是长期回报率接近于或是略小于实际提款率，净增长率就是负的3%到0%。结果就是虽然消耗很高，但最初的100万的本金并没有被消耗多少，7年后还会剩下80到100万美金。如果再激进一点，实际的提款率是12%，也就是每年12万美金，长期的回报率不变，那就是长期回报率低于实际提款率，净增长率是负的5%到负的2%，这才是明确进入本金的消耗区了。然而，高提款率并没有把本金很快就消耗殆尽，而是让你依然带着70万到90万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所以，如果按照我们刚才给黄金7年桶假设的10%的提款率，最终可能还会剩下80到100万给下一个阶段。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桶，给62岁以上的长期退休桶，这就是另一个100万。7年后，也就是等到62岁的时候，如果还是一直按年化7%到10%的回报率，这个100万大约已经变成了160万到195万美金了。我们来举个例子，假设提款率为5%，每年能提取8万到10万美金，再加上涉安金大概每年2.4万美金，62岁的时候，你每年的总收入区间大概是10.4万到12.4万美金。别忘了，这只是长期桶的收入，你还有黄金7年桶剩下的80万到100万美金。如果把这两个桶合起来，62岁时的总资产大约为240万到300万美金。我们还是来举个例子，假设实际提款率是5%，长期桶贡献每年大概8万到10万美金，黄金桶贡献每年大概4万到5万美金，加上涉安金的大概每年2.4万美金。62岁的时候，你每年的总收入区间大概是14.4万到17.4万美金。大家可能还意识到了，这里还没有去算账户余额每年的长期复利增长。所以，同样是200万美金，传统的提取方法让你55到62岁的黄金7年很拮据的活着，而两桶法能让你这黄金7年更好的享受生活，62岁以后还能有相当不错的年收入。这不是多一点钱，而是多一套人生。第一个100万能给我们买到安全，进入200万能给我们买到选择权。它让你第一次可以用钱去安排人生顺序，而不是让人生顺序去逼你花钱。对了，如果你觉得这些财务数据和案例分析对你有帮助，欢迎订阅这个频道，后续会持续分享类似的内容。下面我们进入第三层，300万美金。很多人以为有了第三个100万美金，只是生活更豪华。300万美金真正买到的是控制权，尤其是对税、时间、涉安金、医保以及遗产的控制。这里我们假设是一对62岁的夫妻，2个人退休，有300万美金的投资组合。假设其中一个人的涉安金是每个月2300美金，另一个人是每个月1700美金，涉安金的收入总共就是每月4000美金，每年就是48000美金。我们来举个例子，假设提款率是6%，300万大概能贡献每年18万美金的收入，2个人的涉安金每年大约4.8万美金。62岁的时候，这对夫妻每年的总收入区间大概是22.8万美金，差不多是23万。听起来还不错。你以为23万就是你能花的吗？并不完全是，税务和医保会在这里第一次变成主角。第一，涉安金并不是自动免税的，国税局 IRS 明确说明涉安金可能被征税，其中最高可达85%的收入部分会被计入应税收入。对于我们这个例子的已婚联合申报，收入超过44000美金，就可能触发85%的那一档。注意，这不是指的是税率是85%，那就太夸张了，而是有85%的涉安金会被计入应税收入。当然，我也整理了其他的情况，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暂停视频，看看自己属于哪一类。所以，这对年收入23万美金的夫妇，
基本上涉安金大概率被按最高比例计入应税收入。第二 ，RMD 强制最低提款会把许多的富裕的退休者逼迫接受并不想要的额外收入。其实从73岁开始，传统的 IRA 401k 会被强制提款，大概会根据一个叫做寿命因子的数据计算。比如73岁开始，第一年大约会被强制提取 3.8%， 你不提取都不行。到80岁会被强制提取大约 5%， 90岁会被强制提取大约 8.2%。如果你的300万美金主要在 IRA 401k 这种延迟缴税的账户里，你到70多岁会出现一种很荒谬的现实，你不想提那么多钱，但 IRS 让你必须要提出来。你本来消费在下降，但应税收入却被硬拉高了上去，这会导致两个连锁反应：第一，你被推入了更高的税率区间；第二，你有更多的涉安金收入被算入了应税收入。那么来到第三个部分 ，IRMAA Medicare 附加费，这是很多人到65岁才第一次听说的暗雷。最要命的是 ，IRMAA 看的是2年前的收入，也就是65岁那年 Medicare 的保费取决于你63岁那一年的全年收入。比如63岁那一年你做了一笔大额的 Roth Conversion， 或者是卖房、卖公司、提前兑现退休金等等，让当年的收入暴涨，结果会导致2年后65岁的医保账单暴涨。根据最新的数据，如果2年前夫妻联合收入不超过 21.8 万美金， Medicare Part B 的标准保费是每月 202.9 美金，这也是大多数人交的金额。但如果你的收入更高，比如我们刚刚举例的这对夫妻，收入达到23万美金，就会进入 IRMAA 的下一个分档，每个月 284.1 美金。当然 IRMAA 虽然需要警惕，是一个每2年延迟的提醒机制，但它并不是把你锁死的制度，只要你提前知道，有节奏的规划，它是完全可以被温柔的绕开的。下面我们假设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假设这对夫妇的300万基本都在传统的延税账户，比如 401k。如果65到72岁，他们每年从 401k 提取 4%， 也就是大概12万美金，涉安金每年一共是4万8千美金，总收入接近于17万美金，所以涉安金会被大比率的计税。到了73岁以上， RMD 上来可能让被迫提款更高，超过了10万美金的需求，同时可能再叠加更高的税率和 IRMAA 的风险，结果你会发现你并没有更自由，你在被系统牵着走。第二种情况，300万的积累过程进行了结构优化，我们不追求少交税，我们追求的是可控。比如这对夫妻计划65到72岁优先从普通的投资账户 taxable account 提款，因为长期资本利得税更友好，毕竟传统的 IRA 401k 提款几乎全部按照普通的收入税率计税，同时做可控额度的 Roth Conversion， 卡住 IRMAA 的档位，这就是把传统的 IRA 401k 里未来提款要交税的钱提前搬到 Roth IRA 里边，并且在搬过去的那一年，这笔搬过去的钱会被当做你的应税收入。每年做一个刚刚好的 Roth Conversion， 能够用来缩小未来73岁后的 RMD， 同时又不把自己顶进更高的 IRMAA 的档位，去交更多的 Medicare 的保费。需要钱的时候可以通过 Roth IRA 提款补足，这是一桶税后干净不会被系统追着跑的钱。第一种情境你是在花钱，第二种情境你是在管理你被系统认定的收入方式。富裕的退休者真正的自由不是钱多，而是你能不能决定什么时候用什么形式被算成收入。当你到300万这个层次，你真正的对手不再是市场回撤，而是有没有能力把税后的人生设计出来。下面我们把3种人生模拟的情况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第一个100万是买安全，第二个100万是买选择，第三个100万是买自由。真正决定你退休过得好不好的，不是你有几百万，而是3件事。
钱从哪里来，你该怎么花，最后还能剩下多少。到这里，我们讨论完了100万、200万、300万大概的不同情况。然而，我们还是要来问一句：大多数的退休者的净资产到底有多少？从 SCF 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退休家庭的净资产中位数是28.8万美金，自住房净值的中位数高达20到23万美金，并不容易产生现金流用于生活。而退休账户的余额中位数只有9万到12万美金。所以，其实在美国，大多数的退休者根本不是拿100万去提款，而是房子占据了净资产的绝大部分，日常生活只能靠社安金、少量的储蓄加希望尽量不要出大事儿来解决。我们今天讨论的100万、200万和300万，其实是属于少数人的版本。如果你正好是其中一员，那恭喜你，但你也更需要进行结构化的设计，不然你会容易被税务和系统吃掉自由。所以，退休不是把钱存到一个数字，退休是把钱分配给不同的任务，让你在不同的年龄段过着不同强度的人生。所以，我们回到开头的3个数字：100万，它能让你第一次不那么怕失去工资；200万，它能让你第一次可以安排人生顺序；300万，它能让你第一次真正拥有控制权。但前提是你别让税务把你给控制了。如果大家愿意，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退休提款计划是什么。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如果你想持续获取基于官方数据的财富解读，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每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 Fed 数据分析。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我们下期再见。